电子书这种东西啊，就是曾经看过出版社有写说跟实体书成本是差不多的。因为如果你们完全没有看过奇幻小说，然后你要入手它的话，你会觉得它的东西内容非常多。我个人是觉得王者之路蛮有趣的，但是角色太多，你会脑袋就开始打结说，哎，这角色怎么讲一讲，然后戏份就没了，然后中间又穿插一个人，哎，又谁？然后再穿插第三组人，哎谁？然后中间又跳到第一个人，然后就说哦，第一个人回来了，他在干嘛？如果你没有一口气把它读完的话，你会像谁干嘛啊？就我这次把《基地与帝国》跟第二基地看完了，应该是说这一套书我其实全部都看完了，然后我现在是重看第二次还第三次这样子。三部曲里面写的最好的，个人最喜欢第一册，因为第一册他把它一个伪科学把它塑造成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然后一直到第三册都可以看到那个第一册制定那个计划的科学家带头人这样子。就三浦紫苑他写的东西应该是我没有看很多啦，因为我就买2本啊，一个是篇周记啊，篇周记是字典的编辑介绍，强风吹拂是跑步，就是他这个从头到尾就是在跑步的一个动画，一个宿舍里面的人，他就让住进去的人都要参加这个香根驿传吗？反正就是一条路，然后这里面的人就每个年级都有。我看到他是好像第8集吧，就跑步的时候，我看他的话，我看着他跑的时候我就哭了，蛮励志的，就是有种很难以言喻的，就是心灵上面的励志的东西。他一开始在逃避说要去参加这个长跑，然后后面他就跑着跑着，直接一边吐一边跑，一边吐一边跑，最后就跑完这个全程啊！如果大家对小说是看不下去的话，因为它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小说一定是写的很棒，因为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哦，我眼睛怎么开始流下了一滴泪水。然后同个作者就是他写了这一本叫《偏舟记》，《偏舟记》你看他也是三浦紫苑写的，三浦紫苑真的很喜欢写这种时间很长，然后应该是说他的调性就是真的比较偏温柔系的，你会觉得在时间的洪流中，然后某个人去坚持做某些事情。偏舟记是编写字典的一个故事，他是在编写这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字典，然后去探讨那个字的字义，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每天都跟字啊、文字啊的解释啊，就是很小很小的去思考，说这个东西怎么样让大家，就是大家现在用的词汇，都是因为我们在从小到大就是经验的累积法则之上所会使用这些词汇。可是当你要把这些你已经会的东西，把它编写成字典，你要去斟酌每个字跟词的用法，就是一件非常要专业的事情。这个喜欢文字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一下《编舟计划》。这个梯子啪啪走的作者是台湾女生，内容比较偏搞笑，然后是讲这个女孩子，对，她是一个约炮的故事，然后她把她的约炮的经验，日本第一发约炮的经验，一直到后面的部分都把它画成漫画这样子，然后蛮搞笑的。他很理智哦，他就心里想说，我就是要走性欲派的，我就是要我就要拔屌无情。
这一部就是真的在画那个约炮文化的这两本书都蛮有趣的，就是它的内容，是算是走新三色啦，就是没有谈感情的部分。你不要认为说它里面好像会有什么感情的部分啊，他晕船没有，他从头到尾都理智，下床穿好裤子就不认人，一发就掰，真的没有开玩笑。我之前有买那个蓝色巨星，蓝色巨星是这一套漫画的本片已经完结了，然后欧洲篇是他就是主角出国之后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普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追梦成功的故事啊？然后这一部的追梦是走那种音乐，蓝色巨星它里面也有解释为什么它叫蓝色巨星啦。爵士乐的萨克斯风。本传的话是在讲说，有一主角他好像叫阿大吧，有一天去看了爵士乐的表演之后就被爵士乐煞到，然后就想要开始学爵士乐，然后他哥哥就买了一个萨克斯风给他，然后其实他从头到尾都不会吹，就是他连五线谱都不认识这样子，他就开始吹萨克斯风这样子开始练，然后练到高中毕业之后，他就决定要去东京追梦。反正他就是去东京，发现有很多很多厉害的其他日本人，他就是想要跟别人一起组队。因为追梦的故事，其实我看了蛮多的。现在还有在持续出的，应该就是那个宇宙兄弟吧。我觉得宇宙兄弟真的好激励人心哦。可是这一部的话，我觉得没有到宇宙兄弟这么的触动我的心，有一点点理所当然的感觉。他的确花了很久的时间在追寻他的梦想，而且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训练自己的记忆。但其实我觉得这一部让观众看到说他付出了这么多，所以他的确得到了收获，是比较正向的啦，但并没有很触动我啊。这部漫画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推荐大家。说恐怖教授的怪奇课程啊，它是科普漫画，它用了一些比喻，就是它里面是真的有做一些科学的研究跟社会的报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些奇怪的那些传教的，他说那些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对。然后他有解释说为什么那些人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他文字的地方还蛮多的。比如说他有在描述说，对可疑集团的应对方法，因为他说如果你有发现，如果你不小心被卷入这些案件的话，那你要怎么去做才可以确保安全？他只是做一个建议，但实际上你能不能平安活下来是一个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鬼话连篇，但他就是像封面的这样子，他是用一个小朋友一个保姆的视角去照顾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就在保姆来了之后就会开始画画，然后小朋友不太会说话，然后他在画着画着之后，保姆就觉得小朋友的画好像怪怪的，然后保姆就要跟父母反映说，小朋友画的怪怪的哦。你会觉得有些不安的话会越来越多。恐怖小说，还居然叫恐怖小说，不咋恐怖啦。它里面一开始我以为就是说，小朋友画的那个东西就只是很恐怖，但我看来看去。我觉得还好，它这个书里面有图哦，大家看一看文字的时候就配合着那种很像是小朋友画的那个图看，对，但我觉得没有到恐怖，对，还可以忍受，不是鬼故事这样，但是有这个元素。王一国王前面
因为我之前玩的那个《Fear and Hunger》一直在讲黄衣之王。黄衣之王的典故就是他，叫黄衣国王。黄衣国王惊悚度非常的低，前3篇吧才跟克苏鲁略有点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克系的话，然后又不想看小说的话，我建议看克系的有一个，就是我先看《疯狂山脉》的精装版super贵，他画的很漂亮，我买实体书，他画的非常漂亮，但是其实也很真实，这样子，就是你看也看到骷髅，他画的非常的写实，他就在描述其中的一个短片，我看完只有2句话，因为应该只有1句话，好像章鱼哥大战海星人吧。我看完之后，我就心里想说，哈，但是他的场景塑造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我是看画技耶，就是看他的那个，把这个画面啊画得多细啊。这个作者，就如果喜欢他的画风的话，我觉得可以看看。我是非常喜欢《龙族》这一套书，然后呢，他又很认真的在跑主线。就它的内容有没有跟游戏一样啊？我是不知道，因为它的主角叫做修齐，他算是非常好入门的一个故事。因为他的故事啊是在讲，有一个乡下来的嘛，一个少年，然后他们的城镇呢，就是因为很常被周遭环境就会出现了很多像是ogre啊，巨魔吗？就是有点像食人魔的东西会来骚扰村子，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村子里面的警备团啊都非常的厉害。有一个算是这个村子里面的大贵族吧，就是说他们要召集一批人去打这个龙。为了要打这个龙呢，所以他们要去找另外一只有跟人类签契约的，应该不算跟人类签契约，它里面有个职业叫做龙魂使，然后龙魂使的作用就是，那个人有这个血统，他可以感知到说龙的情绪，就是有点像是人与龙的桥梁，因为龙本来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会说话的，签订契约的人类跟龙族呢，就有点像是他就会加入那个龙族，就那一只龙就会加入人的这个派别里面。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白龙去跟他们，就是有个小朋友跟他签订契约，一群征兵浩浩荡荡的去打那只黑龙。他每个龙都有一个特别的称号，我记得黑龙好像叫做什么夕阳监视者，然后就打输了之后有一些人被放回来，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人就一个小兵嘛，小兵就回来之后，他们就说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小兵就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打输了，然后这个黑龙呢要大家去筹多少钱？就是他说，如果你要这些被俘虏走的人类还要平安归家的话，那你就要付一笔巨额的财产。然后这个村子因为它是边境村子嘛，所以他没什么钱。然后为了这个要筹钱这个目的呢，所以他们就组了一个小队，就是一个3人小队，其中一个是蜡烛匠修齐，就是这本小说里面的主角。领主的弟弟，然后是一个智者的角色，然后再来是一个警备队员的队长，然后他们3个人就踏上了王城，要去筹钱，跟国王说要被龙勒索了，要筹钱去把家人赎回来。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的完整，然后结束的，我以前是不能够接受这一套书的结局啊，可是我重看了，我觉得它的结局应该算是刚刚好的。好，我就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书柜里面
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好了，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晚安，大家晚安，拜拜。